他只是在海边抓了一条鱼，却发现极其恐怖的一幕，吓得他立即呼喊父亲快跑。可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怪兽直接冲出来将男人给吃掉。吃掉男人的怪兽还想过来把男孩吃掉时，突然被一股金色闪电给狠狠击飞。懵逼的男孩回头看去，山峰上面出现了5个身影，他们来自大名鼎鼎的永恒族，专门来捕杀这些变异族的。为了给男孩出一口恶气，瑞斯直接上去和怪物展开近身肉搏。正当男孩看得入迷时，后面又出现了一只怪兽，幸好闪电女马卡瑞及时过来把他给救走。但事情远不于此，一只变异族突然从地下窜出，马卡瑞见状，迅速把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通通给接走。拥有6脉神剑的金格也加入了这场战斗。只见他略微抬起双手，就轻松重伤到怪兽，配上马卡瑞的斩空波，再加上他的螺旋丸，也是直接把怪兽给解决。接下来有请全世界拳头最硬的男人马东锡马叔登场，他一拳就把上万斤的怪兽给击退，女队友便趁机从后面偷袭。他不但身手敏捷，而且还依靠手上的利剑打得怪兽毫无反手之力。没错，这正是女神雅典娜。只见她一枪刺入怪兽体内，马叔见状直接奖励他双拳暴击，雅典娜便跳到怪兽身上，用手上的金枪彻底结束掉他的生命。不得不说，两人的配合真是厉害。瑞斯面对这种身形庞大的变异族，他竟一点也不慌，反而耍得怪兽团团转，最终用一拳之力直接把怪兽送去领15元盒饭。常年生活在此处的村民也是被这一幕给震惊了。在男孩蒙圈的表情下，天空上面突然出现一个方块，紧接着变换成一艘巨大的太空飞船，上面缓缓下来5个神秘人。首先第一个下来的是会伪装的小法师，还有一个会高科技的黑格，他会用毅力去控制人类的小帅，以及会治疗的奶妈，还有会将一切事物变成变换形态的瑟西。他们都有各自的特异功能，还被人们称之为永恒族的超级英雄。瑟西在地上捡起一把短刀，随后用自己的特异功能化变成一把金闪闪的匕首。没错，他正要把这把金匕首送给小男孩。看来他们要进入人类生活世界了。在接下的日子里，那些变异族会时不时袭击人类，而作为永恒族的众人，他们肯定不会置之不理，因为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好好守护人类生存文明。每次在人类遇到危险时，他们都会挺身而出将其救下。当所有人类躲入堡垒后，马叔便打算放开手脚大干一架。面对比自己高大10倍的变异族，他却一点也不慌，反而走上前去，直接酷吃一下把怪兽给打倒在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也是成功把怪兽给惹怒了。是他的队友瑞斯和金格及时来到现场，把怪兽给牵住。马叔便配合把雅典娜送上他的后背上。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，即便怪兽的皮有多厚，也同样逃避不了被几名超级英雄活活给打死。难道怪兽真的死了吗？不可能！剩下一口气的怪兽想要袭击马叔时，结果就这样，强大的变异族成功被他们打败，但不代表他们不会再次袭击。所以永恒族的超级英雄便和人类一起生存了几个世纪，而他们的老大拥有一种能够联系到天神族的项链。天神族是一个极其恐怖的种族，他们不但力大无穷，而且还能控制人类的命运。每隔几十世纪，地球就会诞生出一位天神，他们专门吸取人类的智慧生命，为了人类不被消灭，他们便派出永恒族去守护人类的和平。为了人类能够生存下去，黑格特意做出一些耕田机器，可他的老大奶妈却不认同，他觉得设备太过先进，会打乱人类的生活秩序。而在瑟西的提醒下，无奈的黑格只好把科技变成犁田最原始的工具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他们融入了人类生活。瑟西教他们如何种植生存，他和人类一起做饭，而他也和超级英雄里面的瑞斯成为了恋人关系。最终在人类的习俗下办理了一场美丽的婚礼。很快时间来到5000年后，曾经的那把匕首竟意外成为了人类的历史文物。蒙圈的瑟西看到这一幕，直接亚麻呆住了。反应过来的他才发现上班时间就要到了。瑟西现在是高校的一名历史老师，而在不久前他和瑞斯分开，如今便找了一名人类男友。当他赶到课堂时，却震惊地发现她的男友居然在帮她上课。看到这一幕的瑟西很是欣慰，随后她便进来代替了处于自己的课堂，可她男友竟当着学生的面和她说起了烧话。See it tonight. 学生这波操作直接把他给整害羞了。正当瑟西要开始好好上课时，教室突然传来了剧烈的晃动，吓得他立马叫学生赶紧躲起来。本以为已经安抚好学生了，无意间他发现居然有名学生躲在雕像下面，而上方的雕像就要掉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瑟西过来用超能力把学生救了下来。也是这个举动，在日后的日子里差点送了自己性命。在人类的河流里面突然出现一只消失已久的变异，
看来即将也有大事发生了。而此时的人类还在酒吧里面玩耍，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。今天是瑟西男友雪茄的生日，他打算送上一个特别独特的礼物。正当两人进入战斗状态时，突然被一个男孩打断施法。他是永恒族的小法师，在永恒族解散后，他便选择跟随瑟西生活在一起。他们回家路上，旁边的小河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下一秒便从雪茄身后爬出。没错，这正是变异族。瑟西直接被吓傻了，她迅速叫男友快跑，不料到惊到了变异族，他朝瑟西这边跳来。瑟西直接将公路化为泥沙，捆住怪兽，接着用另一只手将泥沙给结实。几千年没和变异族交手的几人只好跑命，可怪兽很快就挣脱他的束缚，追了上去。当怪兽追到大街上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分身，这正是小法师的技能。一时间，怪兽分别不出来是真是假。突然，一辆汽车冲了进来，怪兽直接被声音给吸引，也成功发现了小法师。他直接一鞭子把小法师给放倒在地。瑟西想要回去救他时，突然一个身影直接把怪兽给狠狠打飞，这一幕直接把两人给整傻眼了。接着一股金光将怪兽从仓库打了出来，一名超级英雄缓缓走出。